刚才我讲到龙纹的时候呢，我没有展开说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你们注意一下，瓷器上是这个龙，这个麒麟的头像龙头是这样画的啊，龙头是这样。你们注意一下，明代万历啊，这个漆器剔红上面也是这样，绘画上边也是这样，包括家具上边也是这样，一直延续到清初。大家不信可以去查，可以去比对，啊，这个明代万历时期龙对后来的影响之大。好，好的，然后我们继续往后看，这一件呢是我们本专场的第654号，是一件清代的青花山水图玺啊。哇，拿到这一件我就觉得这个玺够大的哈，够大的。然后呢，它整个的纹饰呢是以青花来绘制了这个夜游赤壁的一个画片啊。对。那么这边是这个北斗七星啊，还有这个月亮啊，在这儿呢。夜游赤壁的一个画面，这件东西呢，我觉得啊，就是特别特殊的一点在哪儿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汤老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我觉得特殊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落款的方式啊，在这个玺的正中心落了永乐年制四个大的这个落款啊，非常的这个有气势。而且呢，它的这个落款的方式呢，其实就是仿制延续了这个永乐年间压手碑的这么一个落款的方式啊。对，就是在它的正中心落永乐年制的这么一个款。是啊，整个青花的发色呢也是非常的明艳啊，非常的漂亮。再来看它的口沿一圈是施了一圈的这个降口，和我们刚才的那个顺治的这个筒屏呢有相似的地方啊，一圈的降口。再来看它的背面呢是采用这个开光的方式呢，画了这个不同的几个人物啊，而且呢，通过镜头呢，大家可能不仔细看发现不了，就用手一摸呢，仔细看呢，它是有这个模印啊，在上面，就是它外边呢不是说浑圆的一圈，它是采用这种拍模子的方式啊，做出了这个刮棱的刮棱形的这个外沿的一个器型啊，每个刮棱的这个上面都有一个开光的人物，这个制作的工艺应该说是还是比较的细致的啊，采用了这种拍模的方式。然后底部呢有一个标签啊，底部有一个福建省文物商店的一个老标签啊，当时呢这一件是编号0168啊，规格是口径40公分啊，正好是我们这件的口径40公分。然后它这一件当时取名就是叫康熙的青花人物笔玺啊，一个大玺字啊，非常的具有这种仿古的这种诗情画意在里边，落有这个永乐年制的这个4个大字的款啊，非常的有特点的一件。哎呀，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这个呢，这件东西啊很特殊。刚才我们讲了，它里边呢写的永乐年制，但这个永乐年制呢，它这个不是像我们早期的是用篆书款写的，这个不是篆书款。那么最早这个我们讲，除了永乐以外呢，我们明代这个万历44年也有一件。类似像这样的东西，碗心里边同样也写的是永乐年制。大家注意，除了永乐本身以外，万历44年曾经出现过这样东西啊。那么这个碗心里边就用这么写法的，这个时间还是挺早的。那么到了清初以后啊，那么永乐年制这个做法依然延续。尤其是赤壁赋啊，在当时来讲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记得那个笔筒当中这个赤壁赋的这种笔筒就有过。那么这个是在一个盆里边我们这个叫玺，的确是玺，那么这个是不是笔玺呢？我们可以去想象可以去想象。那但是玺是没有错的。这个里边的青花发色呢，应该说。这么大这个盆玺里边画的这么满，尤其是这个款周围的这种装饰技法呀，和
康熙时期的碗的这种装饰技法是如出一辙啊，如出一辙。那么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个注意，大家刚才没有注意，这个底面啊，它因为是没有款写在里边了，大家注意底下有四个支钉。哎，这个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4个支钉，因为这个盘儿比较大，很显然这个底也大。底大了以后呢，为了防止这个底面下塌，所以呢在底下留了4个支钉。因为这个瓷器啊，因为5个支钉啊，5个支钉啊，因为防止呢它会塌下去，所以用支钉呢顶住它，使它在高温的烧造过程当中不会产生变形现象。这个呢挺重要的，要不然的话呢，这个烧塌下去以后，这个一个好的一个产品一下子完蛋了啊，变形了，这个东西卖起来也困难。那么像这种现象呢，一般是在我们福建的平和、德化这些地方呢，喜欢用这种支钉在底面支。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景德镇的瓷土啊，到了清代以后，主要是用祁门婺源的磁石，然后再加上高陵。那么相对来讲呢，它这个烧造温度比较高，能达到1300度。那么我们福建的瓷土呢，它的熔温度呢是在1250度，所以它的温度就不能太高万一高了怎么办呢？那么底下放上支钉以后，就会得到一个稳定的保障这个呢是一个应急的措施，也是一个产品正品率的一个保障，所以会出现在底下用支钉的这种做法在这些窑里边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大漆。那么在景德镇窑里边呢，这种情况不太多见，甚至看不到你看景德镇那些大盘儿几十公分的大盘底下也没用这个东西，是吧？但是呢，在这些窑里边它是一定要用的但是大家要注意我们这个平和窑明代就烧了明代万历时期大量烧造，而且主要用于出口，还有一部分呢流到国内市场我们在这个国内市场当中有的时候也会经常碰到这一类东西。它的纹饰几乎和景德镇同时代的纹饰基本上是相同的很少有特殊不同的地方。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学习这个陶瓷鉴定的朋友要注意，这个装饰技法对于我们的鉴定是有直接影响的，所以不能刚才我讲的犯这种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用经验主义去平衡这件东西的话，有可能就会出错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要特别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对制作工艺的研究对化学元素的使用以及对瓷器产生的影响，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个就是我们21世纪以后不能再走过去老一辈的那个路，而是在这个基础上要提高要创新，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的，好，谢谢唐老师。那么这一件非常尺寸比较大的一个大的喜子，也将于我们周六的晚上开拍第654号拍品。好，来我们继续往后。好的，那么这一件呢是我们第655号拍品第655号拍品是一件清雍正的斗彩
海兽八卦纹的一个折腰盘啊，折腰盘。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纹饰啊，盘心呢是以这个短线的符号呢组成了八卦的图啊，八卦图，那么也是象征着这个宇宙当中的这个8种事物啊。然后中间呢，这个是阴阳太极图，一黑一白。那么八卦和太极呢，一般在瓷器上面呢，它都是组合来出现啊。太极图呢，一黑一白呢，它也有这个阴阳相生的这么一个寓意在里边。然后我们再来看它边上的这一圈啊，边上的这一圈呢，其实是画的是海兽啊，海兽。那么这种呢，也叫也有叫它海八怪的啊。那么这个纹饰呢，最早呢，它是在这个明代啊，明代就出现这种海兽的纹饰。最出名的海兽的纹饰呢，是在这个成化的这个天字冠上边，好像是有这个海兽的海马纹，对，海马纹。那么海兽呢，也是这个驱魔，然后给大家带来吉祥的这么一个瑞兽啊，所以在很多这个瓷器上面都有体现。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背面啊，背面呢，在这个盘外壁的一圈啊。外壁的一圈，然后是以这个斗彩加上这个甜的绿彩来画了海浪啊，海浪纹。那么这种呢，海浪也好，海水江崖也好，在瓷器上的寓意呢，都是代表着这个一统江山、江山永固之意。底部呢是落了一个大明成化年制的6字双行楷书的这么一个寄托款啊。那么这一件呢，我们年份给它定的是雍正，这个寄托成化的一个寄托款。在它的这个外壁上啊，我不知道咱们书上，咱们这个小程序上有没有写啊？那么这一件呢，它其实是有一个佳士得的来源啊，这个是佳士得。这是哪一年啊？有一个编号是佳士得268号第2件，当时有可能是一对儿的盘子啊，然后是第二件的盘子，也是有来源的，这个可以找一下啊，可以找一下。那么整个这一件呢，它采用了折腰的一个工艺的手法啊，显得它这件的盘子的造型呢还是比较别致的。我们看一下，我这么看一下。然后趴着放到这里呢，它整个这个盘子也是非常的周正啊，不偏不飘啊，非常的周正。然后这一件呢是第655号拍品，也是我们周六晚上的拍品之一。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件的拍品啊。好的，汤老师，这件东西呢，刚才有朋友问为什么这个定雍正。那么这件东西呢，其实这个造型啊是标标准准的雍正的这个造型。它这个地方的小折腰，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件斗彩的海八怪或者海兽的这个纹饰。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我们还有那个缠枝灵芝的那种小碟子，也是用这种小印折腰的，所以这种器型呢，其实康熙不太多用的，或者说不用的，乾隆也不怎么用的，唯雍正却使用这种造型。这个呢，就是我们讲为什么要把它定到雍正，这是第一。第二款，我们讲大明成化年制款，康熙喜欢仿。因为康熙仿的款有很多，比如说宣德，比如说大明嘉靖、成化、万历，都是康熙时期比较喜欢仿的委托款。雍正呢也有仿宣德、仿成化，也有仿这个嘉靖的，万历的，但是那种相对比较少。雍正呢，这个年代或者说包括雍正帝自己这个人是很自信的。他虽然有些东西，甚至是造型，甚至是纹饰，完全按照明代成化来做，而且要求要往好里做，但是他落款一般情况下都落大清雍正年制款，
不管它是双圈的还是方框款，都落大清雍正，很少直接去落大明成化的。这个呢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啊。还有一个呢，这个款的这个落的这个形式呢，一般雍正喜欢这么写啊，康熙和他略有一些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啊要定成雍正原因所在啊。那么至于说里边用这个乾坤啊，用阴阳太极，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中国最朴实的这种哲学思想啊，辩证关系来解释这个大自然，解释这个世界的。所以这种东西呢，不仅仅我们讲阴阳太极本身这个产生年代就比较早，我们易经嘛，一直延续到清代末，这个都一直是客观存在的。你包括我们讲那个这个八卦啊，仙鹤八卦碗，不是从康熙一直到宣统都在生产吗？所以像这种东西呢，它一直是贯穿我们这个历史始终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器物上见到用这个来装饰这个瓷器本身，这个呢不矛盾啊。所以为什么要这么讲？那么是因为它这个客观的现实存在啊，客观现实存在。雍正和康熙、大明成化差别是什么？抱歉，刚才我没听清楚。这个雍正款啊，相对来讲，看见没有？这个上面是双圈，这个上面里边的字看见没有？写的都比较的规整。相对于这个康熙仿的话，康熙的款写它没它这么规整，甚至呢显得有一些单薄，而他这个写的呢比较的沉稳端庄。这个呢是雍正和康熙时期两者之间写款的方式是有一点点区别的你看这个字啊，实际上就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雍正时期写的那个楷书款大清雍正年制，你们注意一下，除了铁线篆咱不去管它这个字写的6个字写的是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就跟我们讲宣德用晋唐小楷，正德用正楷到这个时候实际上他用的也是个正楷书，写的比较端庄方方正正的。康熙不是这样的，所以两者之间应该是有区别的你们不相信再仔细去查阅一下这个写款的方式说明这个两者之间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差别。关键问题呢，这些小的差别你去努力的去把它区分一下，花一点时间，我觉得是值得这个请大家尤其镜头前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好的，好，谢谢汤老师。刚才我的好朋友纳兰青花问这个品相品相呢就是底部有一个鸡爪底部有这个鸡爪说是以透过来了，看不见。然后呢，口沿有沁色，我这个找了半天，我没太能找出来。口沿沁色呀？那应该就是这一块这一块口沿有沁色。这个吧。这一块，对，这一块，这一块，然后这一件的起拍价呢是无底价1000元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底价，1000元起拍，这性价比超高又有网友问了，这是寄托款的官吗？其实我觉得它应该能达到官的级别了，因为质量还是蛮好的。现在是这样，我们等于研究这个中国陶瓷史大家要注意，我们过去讲官搭明烧是在明代嘉靖以后开始的。这种用清线的这种方式要求我们的民窑一定要搭烧官窑器，并且呢还有很多的要求和限制。这种形式呢，实际上是我们讲官窑对民窑的一种盘剥，或者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剥削。因为每一个窑里边只有叫一米见方的一个叫方寸地，就最好的窑位。这个窑位是最好的，
温度也是最恰当的。所有的窑主都希望这个地方烧出来的东西啊能够挣到钱，但是呢，我们御窑啊，它强行的霸占了这个民窑当中最好的这一部分，为宫廷烧造，因为他们根本忙不过来，最后就采用这种强行的办法去盘剥我们的民窑。那么，但是这种方式呢，被清代给延续了，也选择这种办法，在民窑当中去搭烧，啊，那么这种方法当然，这个民窑这个御窑厂它也有具体的要求，就是我选择你的这个窑，一定是工匠的技术比较高超，或者是烧窑的师傅水平比较高，就是所谓的官古窑，啊，这个包青瓷，就是一定要是一种做的比较好的，才是我选择的对象。那么这个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官窑给你烧造这个东西，当然我会给你官样，你按照我这个去做，按照我这个去画，按照你这个去写。但是问题来了，有的做的是确实官古户啊，做的是水平一流，跟官窑几乎差不出来，但也有的水平不尽然，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东西看得非常好，类似像官窑，但又和它有点区别。像这种的，我们把它叫假官古窑或者叫官古窑，懂吧？它和御窑厂的还是略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这就是明代、清代时期官搭民烧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脑子里边要有这个印象，来回答这个问题，来证实这个问题，是吧？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镜头前的朋友要注意的啊，就是在官样里边啊，包括我们落这个本年款的这个官样御瓷里边啊，有这种纹饰啊，也有这种造型，应该说这一件的质量还是蛮高的啊，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对，这件东西应该是不错的。好，我们来继续往后。这件是665号。好的。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件啊，是665号，是一件青道光的斗彩描金缠枝连纹的一个扎斗啊，一个扎斗。那么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它的品相啊，是全美品啊，没有任何的瑕疵。能保存到如此的状态呢，也是非常的难得啊。看一下它的外部的这个纹饰啊，纹饰，然后靠近这个口沿的一圈呢，是画了这个变形的蕉叶纹啊，变形的蕉叶纹。我们说好多瓷器上面都有这个蕉叶纹，那么蕉叶呢，它因为它的叶子比较大，也是象征着这个能成就大业的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边。然后呢，在它的这个器身啊，主体纹饰呢是以这个描金啊，斗彩描金的这么一个绘画方式来绘画了这一圈的缠枝莲。那么缠枝莲呢，也是象征着生生不息、健康长寿的寓意在里边。而且呢，以这种就是釉下的青花加矾红，又加这种描金的方式呢，应该说是比较特别的一种绘画的方式啊。那么加上这个描金呢，显得这件器物特别的富丽堂皇啊，非常的漂亮。然后看一下它的底部，底部呢是满施这个松石绿釉，然后在最中心的位置呢是以这个矾红写了大清道光年制的6字3行的篆书款啊，6字3行的篆书款。整体来说品相保存相当不错，而且呢金彩作为一个特别容易脱落的一个彩啊，那么在这一件上边保存的依然是完好。然后里心呢也是满施松石绿，松石绿呢它也是属于低温彩，也是很容易出现剥落的，但这一件整体的保存状况都是非常的不错啊。那么扎斗呢也是作为一个实用器吧。但是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在当时是作为实用器，在现在来说，我觉得大家也舍不得拿它当实用器了。对啊，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古董收藏啊。
对，那么这种东西呢，其实它当初的这个造型啊，选择于我们这个早期啊商周时期的铜尊的造型啊，那种铜尊口肚子啊。那么这种造型，由这种造型在逐渐的演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东西。那么这件东西呢，实际上它的口沿长得这么大啊，肚子呢也不是觉得特别的丰满，而只是在长口的底下略微出现一个弧形的线条，使它产生了这种腹部的感觉。那么这种造型呢，虽然我们说它是扎斗的造型，倒不如说它是尊的造型。因为什么呢？现在我们不可能确定这个就是扎斗。比如说我们吐骨头啊，或者吐什么。我们记得以前我们讲过，乾隆、嘉庆以后曾经出现了一种什么呀？我们叫狮颈碗。造型各异啊，有海棠型的，有六角形的，八角形的，是吧？有各种形状的这种盘碗，而这个形状呢，恰恰又是采用的是像我们讲尊的这种造型，又或者说是像扎斗的一个造型。但问题就是它这个造型的口型这么敞开，不像我们真正讲的说，这个扎斗因为你口要稍微小一点，那么我要吐骨头啊，放一些杂物的话，比较可以容易容纳和收藏。它不是的，它口特别正，敞得特别厉害。所以这件东西把它定扎斗呢，我觉得可能只是用了器型，但是实质的功能可能不一定是扎斗的功能。有网友说有可能是花囊。对呀，这话呢我都觉得我赞同你哪怕再熟的那个一些，它有可能就是一个碗呢，是吧？只不过是造型采用了这种造型而已，但是实际的功能可能不是那样。刚才这个朋友讲是花囊，我倒挺赞同的这个我倒挺赞同。那么难能可贵的就是刚才我们董小姐讲了，就是一个纹饰比较保存的比较完美那种损伤摩擦的很厉害这种情况呢不多，保存的完美，尤其是金和上面的矾红彩，这是最容易受伤的这两种彩，居然在上面保存的还是比较完美，所以给你感觉到这件东西它的艳丽和精彩在上面的那种富丽堂皇，这种感觉很好再加上里边用的是松狮绿，这个松狮绿呢又不像那种颜色很绿的那种，绿中略带一点点蓝，显得这个颜色呢是那么的雅致沉静这个，所以我们讲这个色彩来讲的话，应该说还是一件不错的一件作品，尤其难得就是它保存的很完美，是的，这个是最难得对，好的，好，我们继续往后。刘钊，接下来这一件有一个图片，一会儿给大家提前放一下。就这个瓷板，陶老师我们马上上来的这个瓷板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会儿您可以看一下，我找了一个资料。没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我觉得直播有的时候也在逼着我自己在不断的找资料，要去学习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件，是本专场的第667号也是周六晚上要拍卖的一件作品，是一件清光绪的粉彩诗文瓷板粉彩的诗文瓷板。其实这件东西呢，昨天就是一摆出来我就觉得这件写的这个字特别的文气特别的文气。我们知道在瓷器当中呢，一般带有诗文的都是要加分的都是带有加分的。那么这一件呢，我先带大家看一下都写的是什么。来，我们镜头跟随我看一下整个的这个造型呢，就是一个瓷板那个如果是买回家呢，大家可以给它配一个
配一个框，或者是配一个插屏啊，配一个木座作为插屏使用也可以。那么整个的外圈啊，一圈是采用各种颜色的料彩啊，然后使用这种万字纹啊，用这种万字纹构成的这种锦地纹了又啊，作为装饰，有这个黄料彩啊，这个什么蓝料彩等等啊，红色的料彩都有。然后那么料彩呢，其实从大的这个材料上来说啊，那么料彩其实它也是珐琅彩系列材料里边的其中的一种啊。对，料彩。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主体部分啊，是以这个描金的窝角开光，在它的里边写了洋洋洒洒的这么一些字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写的是龙飞光绪丁丑年中秋月吉日啊。那么龙飞光绪呢，也是对光绪一朝这个朝代的一个尊称啊，尊称一个非常尊敬的意思。光绪的丁丑年呢，是光绪的3年，也是公元1877年。1877，对，1877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字啊，写的是什么？存心不善，风水无益。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心怀不善的话，你再去找风水先生，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对，来，我们跟随着镜头一起来继续看啊。我们镜头跟过来，父母不孝，这个奉神无益。对，父母不孝，奉神无益。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不尊重父母，不孝敬父母的话啊，那么你再去供奉神灵也没有任何用处。继续来看，兄弟不和，交友无益。如果一家这个亲兄弟之间不和的话，你再去交外边的再多的朋友，那远远也抵不上你的手足至亲，对吧？对。继续来看，这个是行之不端，读书无益。其实呢，它这个字啊，它变成了行之不端。那一会儿呢，我给大家看我找的另外一个资料，它的原句呢应该是行止，就是停止的止。停止，对。那么行之不端，读书无益，就是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行为如果不端正，那么你读再多书也不能纠正你的行为，那让人也对你的这个人存在一定的看法啊。继续来看这个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就是一个人如果再博学，但是如果他目无尊长，心高气傲，那么你也就枉读了这些个博学了，对吧？继续来看，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对，就是说你如果做事是一个非常高调啊，夸张高调，就是居心不良啊，哗众取宠啊，那么你的聪明才智呢，往往就是到最后成为你这个作恶的工具啊。所以呢，就是这么啊，就是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对。然后这边呢是，不惜元气，服药无益。就是元气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动不动说，哎呀，咱们不能太生气啊，别伤了元气，对吧？那么元气呢，它也是一种这个人内心的一个修养啊，也是这个元气呢，也是这个人内心的一个状态啊，是人类这个就是奋发向上的一个根源。然后如果说你只有这个无两的能力，你非得去要干这个易筋的活，对吧？要去逞能，那么伤了这个元气之后，你反而要寄希望于这个灵丹妙药，也是没用，得不偿失，也是回不来这个元气的啊。所以呢，就是说要量力而行的意思。我们再往后来看啊，时运，这是时运不通，然后妄求无益。就是当你的时运不是太好的时候，你这个病急乱求医呀，其实也不能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对，就是说这个时运呢，
它不好的时候，反而是一个人需要冷静下来，需要好好的思考，然后需要好好的提升自己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反而不加自己思索，然后乱去求人，也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然后再来看这个是，忘取人才，对，忘取人才，这个不施无益，对，就是不是自己的钱呢，你妄自想要去取别人的财，那么即便是你后来想要去布施啊，去祈福啊，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就是说，不是自己的财，咱们就不要去妄自的去苛求。对。然后继续来看，这边是煎肴饲育，因质无益啊。一会儿我也继续带大家看一下我找的这个原作，它原文呢其实是淫恶饲育啊，那么到这儿变成了煎肴饲育，这个因质无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一定是不能就是荒淫无度的啊，一定不能荒淫无度。然后呢，就是你荒淫无度之后，如果你还想要以后再去弥补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了啊。然后呢，它的底部是落的这个款是20传一孙，家卓幼书敬献。那么也就是他的这个可能是家族定烧的啊，第20代的这个子孙叫家卓的这么一个人，右书，那么就是右边这个书写，然后来敬献给这个大家族啊，给这个大家族。然后呢，给大家调到我们找的一个资料啊。那么这个诗呢，其实是有一个传承的，就是这所有的字呢，它是源自于林则徐在他54岁的时候写下的林家的祖训，叫做十无益，就是10个无益。十无益。那么我用了这个上下对比的这个方式啊，上边呢就是屏幕的上方现在显示的是林则徐写的这个十无益的原作啊，然后下方呢是我们这个光绪年间，就我们本件作品啊，在这个林则徐的十无益上边个别的字做了个别的更改啊，那么也是作为家族的这个家训来传递下来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光是说林家的家训，或者是说这个什么20代的子孙叫家卓的这个他们家的家训，这个家训其实适用于我觉得适用于所有的家族，对吧？我个人真的一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哎呀太喜欢了，真的是就是对于孩子，对于这个家人朋友也都是一个很好的告诫啊，很好的告诫。然后这个书法采用了这个隶书的写法，和林则徐的这个原作用楷书写的呢略微有点区别啊。然后这个隶书的这个写法，应该说它的工笔啊也是非常的到位的。好，欣赏完这个书法十无益，然后看一下它的背面啊。背面呢就回到了我们对于瓷器的一个烧制的一个方式。那么它的这个瓷板呢是采用了这种叫锭，这也是这个支锭的一个烧制方法。那么也是晚清时期瓷板烧制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标识吧。因为在清代早期来说，瓷板的整个的就是清代早期的瓷板的烧制方法，应该说它整个是铺沙的，对，铺沙的。然后后来呢，有整个麻布电烧的，然后像这种呢，应该就属于是比较清代比较晚的了。那么结合到我们这一件作品呢，它本身也是落了这个纪年款了，算是 对吧？纪年款，然后是光绪的。光绪丁丑年，就是光绪3年所定烧的一件作品啊，这个非常的难得，不管是它的烧制工艺，还是说它蕴含的这个价值，一个教育的价值啊，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一件作品。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啊。有网友说这个我喜欢，这个不光您喜欢啊，我也喜欢啊。
这件东西呢，其实这个就是像我们讲的林则徐林家啊，林家的治家格言。我们记得过去啊，我们小时候经常讲的是什么呢？诸子治家格言。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治家格言也好，和这个林家的这个事无益啊，其实都是一个劝诫的啊，尤其是劝年轻人应该积德行善，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从这个尊老携少啊，一直包括在交友方面啊，包括在家里如何啊，孝敬父母这些24孝的这个格言当中啊，这个东西呢，这件东西其实非常好啊。按道理我们这个应该写成应该是粉彩实无益，林家实无益啊，这个词版啊，家训词版啊，这么写呢比较准确一些。因为毕竟林则徐这是一个我们这个一个大人物了，而且他对中国近代史产生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这个人物呢非常重要，尤其他是这个鸦片战争时期硝烟这个大动作对整个世界的产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他这个落款太重要了光绪丁丑。大家知道是光绪3年，刚才我们董小姐已经讲了，我们给一个特写好吗？那么这个东西呢，是对每一个学鉴定的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我们很多人学鉴定学了半天，一头的雾水，是吧？怎么都学不会，为什么？他不知道学习的时候也是需要有窍门的，要动脑子。像这种东西明确的告诉你是光绪3年的东西，那你一定要记住它有哪些特点第二个，大家注意，这个上面用的是隶书，这个写这个隶书这个师傅这个书法家，这个字写的是一流的好。那么我们先不管他写的如何，但是我们要注意它上面用的这种墨色。我一直跟大家讲，在彩瓷当中，这个墨色的颜色一定是干涩的、无光的。那么这就年代相对要早一些，这个早是和民国这个时间概念是要有区分的。大家注意民国早期依然是这种干涩的这种墨彩。到中后期以后就变成油亮了，因为调色用的一个是水，一个是油，所以写出来以后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款，它的黑是干涩无光的，完全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在宣纸上书法的这种干涩无光的这种效果。那么这种呢，大家记住，一定年代要相对早一点，这个相对是以民国为界的，甚至是以民国早期为界的以后就变成有光泽了。一看到墨彩有光泽，年代一定要往后靠。那么有些人马上又问了，那你看那个康熙的五彩康熙的珐琅彩，那不都是有光泽吗？对，那个材料和后来用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有光泽，而这个一定是没有光泽。没有光泽，这个就容易让我们知道它的年代，一个是要早一点，第二个防止我们现代人仿制这个在我们鉴定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现代人写书法的，当然现在写得好的不多了，除了书法家，一般人不会用毛笔的。但是现代科技的水平很高，但是色彩的运用不见得。所以我们在这些细节上，人家已经告诉我们这是光绪3年，
它是这么做法的，那我们记在心里边。以后看到与之不同的，那我们就考虑一下，它究竟是早是晚。这在鉴定过程当中也是要注意的一个细节。很重要这个细节啊，以后不要碰到的墨彩东西都分不清东南西北，这个糟糕了，哇，这个是个大问题。是的，好吧。好的，我们这一件实无意的瓷板啊，应该说是非常的具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在我们经常所见到的瓷器当中，像这种特别文气，而且呢带有家训性质的这个瓷板不多见啊，不多见。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起大家现在，比如说给孩子啊买什么电脑啊、手机啊，这个随随便便也得几万的这个价格的话，这一件既可以这个起到教育作用，那么也可以起到收藏的一个作用。那么孩子也能时时刻刻在警醒自己啊。对，好。好，来吧。好的。我们看下一件。好的，这个是教人做人的。怎么做人？金作为一个装饰釉，它的出现啊，的确对于我们陶瓷，尤其是仿生瓷来讲，它这个意义是非凡的。这个如何来运用？那么只有我们这个当时的一些工匠采取一些非常的手段把金把它加上去。那么可以这样讲，这种金彩啊，它一定采用的不是在釉上直接加，而是在色胎上来加金，因为色胎表面是粗糙的，那么金粉也好，金水也好，它上去以后呢，它能吸附得住，然后通过炉子的烘烤，再用这个玛瑙棒啊之类东西尽情去摩擦，使釉面的光泽这个金光灿灿，富丽堂皇。那么这种技法呢，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这些能工巧匠们能做得出来。那么对于现代人来讲呢，说老实话，因为我自己没见过，那有些话呢，我们就不能说的那么绝对他怎么做，这个我们就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鉴于这种东西本来就少我们传世当中很少见到，所以呢，我们对这种东西呢，往往采取一种非常严谨的、认真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么有些东西呢，因为我们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话说在前边，告诉我们镜头前的所有的朋友那么这种东西会不会是后加的金这个呢，只有让我们镜头前的朋友来自己做定夺。那么我们呢，因为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就写了一个金彩疑似后挂疑似后挂上去的。那么这件东西呢大家注意这个盘肯定是没问题了，这个是咸丰官窑。刚才我们董小姐讲了，因为咸丰的东西，因为毕竟真正能够从长江运到我们北京通州，再运到宫里的，可能档案上记载的可能只有几千件，万把件可能都没有，也就这么几年烧的，数量非常有限。以后这个厂就毁掉了，因为太平天国把这个厂也毁掉了，而且它堵住了这个船运的这个河口，所以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这种东西呢，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呢也不是很高，1000到2000这个价格，所以无底价拍卖。所以这就给我们每一个镜头前的朋友有一个选择的空间。你想想，一个官窑瓷片就买一个瓷片多少钱？更何况这是一个完整器呢，是吧？它上面加不加彩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单凭底下那个款可能1000块钱不止吧。我就话说的这么直白。对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能够把这些东西呢加以认真的、谨慎的思考，做出最后的选择。是的，好吧。那么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月薪路秒这字念秒是吗？秒朋友说
伸出大拇指啊，说我们严谨啊。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大易和易趣一直以来秉承的一个态度啊，就是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一定要坦坦荡荡啊。当我们觉得这件东西，其实你要是说在拍卖上面，它作为一个拍品出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拍品的一个状况，我们疑似它的彩金彩后加，还是说粉彩疑似后加，还是说某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写这个款疑似后加，就是但凡是我们能察觉出来的东西，我们都会毫无隐瞒的来告诉大家。那么不光是说这些彩，还有我们平时的这个品相报告啊，有很多朋友说，拿着我们大易或者易趣的这个品相报告，就可以闭着眼儿这个买东西了，就看自己喜不喜欢，就看价格就好了。因为我们对于品相也是非常严谨的，哪怕是一个芝麻粒儿的一个特别小的小波釉，我们都会给你写上去。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小的窑锋啊等等，就是出窑之前的一些先天的毛病品相，我们也都会写上去。因为我也知道有些公司啊，可能就是默认为出窑之前它都是全品相，出窑之前的一些窑锋问题啊，什么缩釉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属于全品相，不属于后天形成的这个问题，它都不算是毛病。当然了，这个理解其实也不为错，但是我们在就是我们管不了别人，我们就先做好我们自己吧，对不对？对，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往后。我们是周六晚上。是这样子，先生，我们其实是分为3天拍卖啊。我们今天是6，那个宋就走了，下一件还要看613啊。M 老师，您放心，我帮您看613。好的，那么应我们刚才有一位网友的要求啊，现在为大家看的是，第3个专场，就是瓷器工艺品3专场的第806号拍品。宋，一会儿帮我们拿一下613号啊。好，对，613就在1楼的那个柜子里，一个团凤的胭脂红的小碗。行。然后这一件啊，我手上的这一件呢是806号清中期的郎红釉长颈瓶啊。那么这种瓶的造型呢，我们也有叫它锥把瓶的啊，锥把瓶啊，因为这就是像一个锥子一样的，它这个口呢从这儿宽，然后到口这儿呢是略微的有点缩小，有点像锥把瓶啊。它的品相是磨口，大家看一下磨口。然后呢，进足处啊，磨口能打好的，磨口，然后这个进足处啊有颗釉，我看一下，进足处啊这一块儿，就是这一块儿进足处有颗釉。那么这个呢，其实也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问题呢，它有可能是出窑的时候的一个问题。那么这种颗釉啊，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它出窑之后，做这个修足的处理的时候产生的一点小毛病啊。因为这种它就是出来之后，它应该是有沾沙的，是吗？粘沙了。对，是有粘沙的一个情况，因为它的烧制的工艺所致，所以呢，它需要对这个圈足进行打磨，然后进行这个修边，让它变得更加的漂亮美观一点。那么进足处呢，有个别的这个颗釉现象呢，也是它在处理过程当中所造成的这个很小的问题啊。那么这种问题其实有些地方可能也就不是毛病了啊，不是毛病。那么这一件的釉色呀，应该说非常的漂亮啊。它的整个的釉色呢，就是这个红非常的红啊。而且呢，它的这个口部这一块呢，有点这个灯槽口啊，这个流釉的感觉了，就叫脱口了，脱口垂流了，脱口垂流啊。颜色还不错，然后形制也还非常的规整。对，它的光泽度呢比较强，我们叫玻化，就像玻璃一样，
这个釉呢这个玻化程度比较高，所以它的光泽呢一定是非常强的。那么像这种脱口垂足呢，所以往往就有给人一种感觉像什么呢？我们讲像牛血红。所以这个颜色呢是由浅入深，越是到底下这个颜色呢就是最浓艳的地方，也是最漂亮的地方。那么像这种釉呢，我们过去包括耿先生讲过，耿宝昌先生讲，这个狼窑红有2种，一种呢就是类似像这样的，叫牛血红。另外一种呢就是一种光泽就是表面的光泽属于那种亚光型的，它呢这个脱口垂足的现象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开片。那么其实我们讲脱口垂足狼不留这种呢是标志性的狼窑釉的狼红的特点，它上面开片基本上都是大片，而刚才我们讲的亚光的这一种呢，它往往开的是小片。那么底面呢有的是米汤底，有的是苹果绿底，那像这个是白釉底这个是白釉底。那么这个圈足这一块呢是因为打磨过的是打磨过的，那么出现一些小小的要崩釉现象，这也是正常磕釉现象，这是因为这个釉有一点点粘在这个粘砂了，它不打磨也不行了，因为拉手是吧？这就是我们讲这个釉呢里边含钙量高了，所以它才会往下垂流。这就是我们讲为什么刚才我前面讲一些话可能有些人不一定爱听的，就是我们对古代科技它的这个釉的配置、胎的制作它产生的哪些现象都是与当时的工艺有直接的关系。像这种一定是氧化钙的含量在釉里稍微多了一点，那么它必然要往下垂流。稍微懂一点古陶瓷的大家就知道，青白瓷我们叫隐青瓷，看见没有？它的口沿很薄而且白，到了碗底下往往都是什么淡淡的湖蓝或者是淡淡的湖绿颜色。那是什么？那是釉全部流到了碗底，这个釉玻化程度一个强，清澈透明，还有一个厚。这个厚通过折光的原理会产生湖蓝和湖绿的颜色，这就是氧化钙产生的结果。那么在这个红釉上也是一样，你看它玻化程度好不好？好，颜色像什么？像牛血红，但是口沿它出现了脱口，是因为如果是用的石灰碱釉，它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它一定是我们讲霁红，它就会包得好好的，而狼窑红不是这样。这就是狼红的一个特点，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这个在我们鉴定过程当中是蛮重要的蛮重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要专门讲一下，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狼红它有2种，它和霁红不同，和矾红不同和豇豆红不同的原因在哪？其实就在这些地方这个所以学习呢，我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的实质是为了解决问题，认识认识它的本质，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或者还有一些想要的一些问的问题，没有关系，大家都可以讲都可以提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因为我现在手上有东西，但完了以后手上没东西了要讲的话，可能显得比较空洞，对吧？可能让别人有些人他就不一定很快能够理解。而现在东西在我手上，这个东西就能说明问题，大家我们讲一目了然，而且是开门见山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抓紧时间，要快那么底下呢，我们看再讲一件，好不好？好，把这件收走。好的，我们刚才有哪位朋友想要看的这个613号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613号是一件清光绪的胭脂红彩团凤纹的折腰小碗。首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品相，是非常的难得啊，全美品。然后呢，它的这个形制呢是采用了这种折腰的一个造型，非常的别致啊，这个线条感非常的美。它的主体纹饰呢是在这个外壁上啊，以4组这个团凤啊来作为装饰，而且呢，这个团凤的这个用料呢是采用了胭脂红彩啊，胭脂红的一个材料。胭脂红呢，我们知道，它既可以作为满铺，作为地子啊，来整个的作为胭脂红釉。那么单独来看的话，它也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颜料，来作为绘画的一个颜料之一。而且呢，胭脂红呢，它也是珐琅彩材料里边的其中一种啊，也非常的名贵。胭脂红的这个材料呢，它里边是含有金粉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材料是相当的昂贵的。再来看一下底部，底部呢是落了一个清华珍品啊，清华珍品的这么一个4字楷书款啊，这个款呢也是比较的特殊啊，一会儿汤老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清华珍品款。清华珍品，对，好吧，里边呢是没有任何的纹饰啊。那么这一支呢，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比较小巧、精致、可爱。口径呢，我目测应该也就在10公分左右啊。我们说茶园这个，对，在瓷器里边呢，那么10公分左右，我们都可以称之为茶园啊，可以作为品茶啊，这个就是把玩所使用啊。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一件还是非常的不错的。汤老师来给大家补充。这个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造型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这个瓷器当中啊，康熙、雍正啊都有这种造型。我们写的是折腰碗，实际上如果写成束腰碗呢，这个名称上可能更准确一些。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我们董小姐已经讲了，我们是胭脂红团凤。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其实康熙时期就有釉里红团凤的这么一个装饰技法。那么到了清晚期以后呢，由于釉里红啊，它的烧制这个难度比较大，所以呢，既然如此呢，不如先烧成带釉的白釉的瓷器，然后呢，再在上面加胭脂红彩，通过炉子的烘烤，这个呢成品率比较高。所以我们到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尤其是同治、光绪以后，用胭脂红来做辅助纹饰和主体纹饰的器物越来越多啊。那么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用炉子烘烤的成品率远远高过釉里红的装饰技法和烧造的这种温度的掌控。所以我们看这个胭脂红呢，比较多，尤其是晚清。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它这个材料本身，其实呢，我们可以直接的说，胭脂红只是它的色彩而已，但实际上它就是珐琅彩，只不过是单独使用作为一个色彩来装饰的，装饰这个纹饰而已，所以这件东西呢，我们现在习惯了，这个脑子转不过来。你如果说这是那个珐琅彩珐琅红彩团凤纹束腰碗，或者是这个茶园，这个叫法是准确的。如果这个胭脂红底下打了粉，那就对不起，你只能叫胭脂红，但绝对不可以叫珐琅彩。但是现在这个可以叫珐琅红彩，这个束腰碗团凤碗团凤茶园这个名称大家要注意，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经常糊涂了。其实珐琅彩里边只用胭脂红，红色只有胭脂红所以我们单独使用拎出来用的话，它不是还是珐琅彩吗？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清楚。这是我讲的第3个问题。那么第4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一个清华珍品的问题。这个呢，也是当年
这个慈禧太后定烧的这个作品之一。它和体和殿、储秀宫、大雅斋属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它是定制的。为什么？到了清末庚子之变，庚子赔款赔惨了中国人。当时是这个英法联军打到北京，慈禧太后吓坏了，跑掉了。后来又回来以后呢，赔款，庚子赔款。赔款完了以后呢，还赔着脸赔了钱，最后怎么呢？在这个我们讲那个清华园那个叫什么来着？专门留了一个地方，这个清华这个地方啊，清华珍品就是在这个地方定做的啊，这个地方是专门用来招待各国来宾的地方，而清华珍品馆就是为这个地方定做，而且是为了招待这些外国来宾的。所以这个东西的针对性非常强，它和这个时候官窑器这个级别是一样的。如果有朋友问这个是不是官窑器，我明确告诉你，它就是官窑器，因为它的造型、它的纹饰。明天我还要讲这个事情，然后我再把资料给大家找全。它的纹饰器型啊，尺寸大小完全一致，只不过用的人不是中国人，用的是八国联军的这些外国人和这些外国人的家属啊，是专门为了招待外国人用的东西，所以他的身份非常特别啊。所以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不了解这段历史呢，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历史告诉大家，这个东西的特殊性就在于此啊，而且它是定做的，定做了一批，各个品种都有，但是是一批，仅此而已。除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东西了。它的数量可能比这个咸丰瓷器还要少。哦，这非常的难得。这个数量还要少，所以这个东西呢更加难得。我们很多人不了解，包括我过去也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清华珍品烧得这么细这么好，这是不是王公贵族定的？后来再一查史料，才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是慈禧太后定做的，实际上是御窑厂做的。当然了，您看这个质量级别是非常完全一致，完全一致。所以这件东西很重要啊。虽然这么小一点点东西，但是它的工，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它的色彩配备，完全是按照宫廷的御制来做的，非常精巧，非常细致。好的，那没事是吧？好。那么这一件讲完呢，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就差不多就结束了啊。今天下午给大家讲了得有10几件东西，一起来欣赏。那么也特别感谢大家下午的陪伴啊。